第354章回家之途。望着那转瞬间便是收敛杀意的美杜莎女王，萧炎也只得苦笑了一声。这个女人能够让的加玛帝国众强者都是对她忌惮不已，果然并非是靠的虚名。接下来你打算去哪？美杜莎女王将手中融灵丹的药方抛回给萧炎，随口问道。小心翼翼地接过药方，萧炎沉吟了一会，道：我想先回乌坦城一趟，然后或许得离开加玛帝国一段时间。离开加玛帝国吗？闻言，美杜莎女王黛眉微蹙，旋即微微点了点头，慵懒的道：随你吧，反正蛇人族内他们几个首领也能暂时顶替我的存在，在你炼制出融灵丹之前，我会一直跟着你。见到他并未有所反对，萧炎微松了一口气，手掌轻拍了拍背后巨大的黑齿，笑道：既然如此，那便走吧。云岚宗事情已经完毕，现在的你时间应该并不急吧？这一路去乌坦城，路经几个大城市时停留一下，给我寻找一下炼制融灵丹的药材。美杜莎女王淡淡的道，虽然看似商量的语气，却是不容萧炎拒绝。对此，萧炎只能无奈的点了点头，目光瞥了一眼美杜莎女王那妩媚妖娆的脸颊，耸着肩膀道：我建议你在进城的时候最后能把容貌遮住，不然的话一些不必要的麻烦挺让人头疼的。轻点着头，美杜莎女王转身对着密林小道之外缓缓行去。望着那袅袅诱人身姿，萧炎摊了摊手，转过头，目光望向那视线尽头处若隐若现的青石台阶，视线缓缓上移，最后停在那被云雾缭绕的山峰之上，沉默片刻，轻叹了一口气。这束缚了他3年的约定，如今终于是完全被卸掉了。而在褪去了那让得他奋斗努力了3年的目标之后，心中却是忽然有些茫然起来。然而茫然并未持续多久，那忽然浮现在脑子里少女清雅的笑容，却是让得他脸庞上扬起了一抹温暖弧度。薰儿，你在那里还好吧？等着我。低声喃喃着，想起那已经接近2年未见的少女，萧炎心中便是升起一团火热。转过身来，萧炎目光瞥向那已经行出密林的动人背影，笑了笑，赶忙追了上去。离开云岚山之后，萧炎并未再回到帝都，而是与美杜莎女王直接改道，对着乌坦城所在的方向飞掠而去。帝都距离乌坦城的距离几乎是横跨了将近大半个帝国，这般庞大的疆域，即使是以萧炎2人的飞行速度，那也至少需要2-3天的时间方才可能抵达。再者，由于美杜莎女王的要求，在沿途所路过的大城市时，萧炎不得不停留而下，等待着此地的拍卖场以及那种交易会开启。如此一来，行程时间更是被大大的拖延。不过好在如今3年之约已经完毕，萧炎也是脱离了以前那种每天掐准时间过的生活，一路而来，没有了约束以及心理负担，晃晃悠悠的，倒也是轻松自在。而这种悠闲生活，萧炎可是自从那3年之约开始之后，便是从未真正享受过了。在赶路回家的前3天时间中，虽然2人在一些大城市中滞留了点时间，可惜让得美杜莎女王有些失望的是，那炼制融灵丹的奇异药材竟然是连一株都没有寻找到。对于这，她也是无奈，毕竟若是炼制6品丹药的材料这般好寻，那它的价值也不会这般昂贵了。2人一路走走停停，犹如走马观花一般。然而让得萧炎有些诧异的是，美杜莎女王嘴上所说的3天交易时间明明已经到了，可她却依然并未变回成吞天蟒的形状。对于这，她的解释是私下与吞天蟒的灵魂商议了一下，因此方才拖延了变回去的时间。对于这个解释，萧炎虽然有些愕然，不过却也是没有办法。难道他不回去，自己还有本事强迫他回去不成？到时候一巴掌甩过来，吐血重伤都是小事情了。随着时间的悄然度过，萧炎与美杜莎女王2人也是越来越接近乌坦城的地域。由于期间寻找药材的耽搁，以至于本来仅仅是2-3天的路程，却竟然是足足快用了5天时间了。黑焰城，帝国北部省份的一座颇大的城市，这里距离乌坦城已经不远，以萧炎2人的速度，不到半天时间也就能到达。不过由于这座城市在北部省份一向是以药材之城闻名，因此美杜莎女王还未征求萧炎的意见，便是迅速落下了身形，
在郊外用一面薄薄的轻纱将脸颊遮住后，这才施施然地对着黑燕城内行去。其后萧炎也只得按耐住归家的热切，无奈地跟在他身后。两人闲庭信步地走进城市，期间并未有着任何阻拦。虽然那守城的士兵眼睛有些不受控制地不断在美杜莎女王那成熟丰满的娇躯上扫过，可或许是因为后者那股就居高位的气势缘故，以至于那几个有些蠢蠢欲动的士兵倒也是不敢上前来盘问。进入城市后，萧炎便是带路顺着街道走了一段距离，然后拐进了一座人流量不小的酒楼。由于帝国北方民风彪悍，因此这种酒楼只有在帝国北部省份才能经常看见，类似帝都等豪华地方却是并不常见。这种酒楼三教九流云集，帝国的民间消息情报很多都在这些地方流传而开，因此他能够快速地帮助萧炎知道这座城市中那里的药材方才是最多最好。两人行上酒楼，在一处靠窗地方坐下，美杜莎女王玉手托着香腮，美眸盯着窗外，一副不理不顾的表情。这几天来，那些打听情报的事情全部都是由萧炎出面。见到他这副模样，萧炎也只得无奈地摇了摇头，挥手将一名侍女叫过来，点了些并不算烈的酒水后，然后站起身来，对着一些人流拥挤的地方挤了过去。如此折腾了半天后，方才满头大汗地抽身退回到桌子旁，望着那正惬意地抿着小酒的美杜莎女王，不由得郁闷地叹了一口气，这女人的架子也太大了点吧。怎么样，问清楚了吗？美眸瞟了一眼萧炎，美杜莎女王轻声道，据说本城的一座采药店极有名气，很多珍稀的药材那里都有一些存货，不过就是价钱极为昂贵。萧炎端起酒杯灌了一口，瓮声瓮气的道，休息一下吧，等会去那采药店看看。略感满意的点了点头。美杜莎女王含笑道，翻了翻白眼。萧炎轻拍了拍背后黑齿，却是懒得再说话。嘿，你们听说了云岚宗的事了吧？在萧炎两人安静休息之时，旁边不远处的桌上忽然响起的神秘兮兮声音，却是让的萧炎将目光投了过去。切，你说的是那个叫做萧炎的年轻人大闹云岚宗的事吧？一名男子对着那还一脸神秘的同伴不屑地撇了撇嘴。你都知道了？先前说话那人顿时一怔，尴尬的道，这么大的事早在2天前就是传了出来，那萧炎可是在正式比试上将云岚宗少宗主纳兰嫣然给打败了去，听说好像是因为当年纳兰嫣然退婚的缘故吧。现在看来，当初那传出来的纳兰嫣然是被萧炎强行休掉的消息，还真是有着几分可靠性啊。看如今萧炎所表现出来的实力与天赋，配上他纳兰嫣然，绰绰有余啊。后来呢？后来据说云岚宗似乎是想将萧炎留下，嘿嘿。不过虽然人家年轻，可那背后的强者却是恐怖的让人啧舌。听人说，当日的那场争斗，最后不仅搞出了2名斗皇强者，甚至是连那蛇人族的美杜莎女王都是现了身。虽然云岚宗倾尽全力，可却依然还是让萧炎全身而退了。美杜莎女王这名字一出口，周围的人便是惊呼了起来。嘿嘿，根据可靠消息，那个萧炎还是这一届炼药师大会的夺冠者。周围那一道道惊讶的目光让得那名男子虚荣心大涨，嘿嘿一笑，再度抱着猛料。炼药大会的冠军不是叫炎萧吗？一道低低的声音忽然响起。炎萧，萧炎，倒过来读读不就是了，哈哈。男子得意地笑道。周围人群一愣，旋即恍然大悟。虽然这种名字上呢是被点破便是一钱不值，可正常的人谁会没事的去把一个名字倒过来读？这家伙可了不得呀，如此年纪便是干出这种惊天动地的事情，日后长大那还得了。男子狠狠地灌了一口烈性麦子酒，有些艳羡地叹道，哪个男人心中没有这种干出一番大事的热血梦想？只不过因为能力所限，很多人注定了只能空想而已。有些愕然地听着那传过来的谈话，萧炎不由得苦笑着摇了摇头。他没想到，这才不过几天时间，那云岚宗的事竟然便是传到帝国的另外一边来了。你现在也是个名人了啊！美杜莎女王晃着手中酒杯，戏谑的道。
摊了摊手，萧炎淡笑道：“我对这东西又不感兴趣。好了，走吧，去看看那采药店有没我们所需要的药材。”站起身来，萧炎与美杜莎女王刚想离开此处，那一旁桌子上再度传来的谈话，却是让得他脸色微微一变。那萧炎好像是乌坦城萧家的人吧？是啊，萧家这次可是露脸了啊！有了这个恐怖的一塌糊涂的族人，日后北部省份还有谁敢对萧家不敬？嘿嘿，那可不一定。我刚好从乌坦城过来不久，听说萧家这2天也是遇到了一些麻烦。这个时候竟然还有人敢去找萧家麻烦，这我就不知道了。萧家保密的太严，我也不知道确切消息。那名男子摇了摇头，低头喝了一口麦子酒，却是忽然一愣，缓缓抬起头来，望着出现在面前的一位黑袍青年。后者身上缭绕的雄浑气势，让得仅仅只是2星斗者的他咽了一口唾沫，小心翼翼的道：“这位大人，您有何事？你刚才说萧家出什么事了？”萧炎沉声问道。小的也不是很清楚，只是听说前2天在萧家似乎爆发过剧烈的战斗，然后萧家便是谢绝了任何外客进入，而且从那后，本来一直常露面的萧战族长也是没怎么出现了，想来是在整理家族中的事情吧。男子忐忑的道，脸色逐渐阴沉。萧炎心头忽然有些不安了起来，对着男子感谢了一声后，便是转身与美杜莎女王匆匆行下楼梯。这个人背后的武器挺古怪的呀。望着消失在楼梯处的萧炎，一人忽然低声道：“武器？尺子？”先前那位男子一怔，猛然间似是想起了什么，脸庞上逐渐浮现一抹惊骇，失声道：“他就是萧炎，竟然这么年轻。”此时的萧炎自然并未理会酒楼上的骚动，在下了楼之后，站在街道上，紧皱着眉头，望着美杜莎女王道：“我不能留了，我要先回乌坦城了。”闻言，美杜莎女王黛眉轻蹙，淡淡的道：“先看看这里的药店吧，万一有我需要的药材。”我说：“我现在就要回乌坦城。”萧炎目光凌厉地盯着美杜莎女王，一字一顿地沉声道。萧炎忽然变得强硬起来的态度，让得美杜莎女王怔了怔。这几天来，萧炎对她所说的话从未有着半点违背，没想到此时竟然会直接顶撞于他，这让的身份贵为一族之皇的美杜莎女王略微有些薄怒。本王要寻找药材。妖艳眸子冰冷地盯着萧炎，美杜莎女王缓缓地道，眼睛死死地盯着那双让的男人着迷的眸子。萧炎猛然伸出手来，在美杜莎女王错愕的目光中，一把将那柔弱无骨的纤手紧紧抓在手中。在后者即将爆发之前，他冷声道：“想要融灵丹，那就别给我摆什么女王的架子。先前敬你，是看在你帮我脱困的份上，在这般胡搅蛮缠、蛮不讲理，休怪我也不给你留什么情面了。走！”语罢，萧炎一把拉着他，快速对着城市之外奔跑而去。而那美杜莎女王似乎也是被萧炎忽然间爆发出来与前段时间截然不同的冷力惊了一阵，当下竟然是没有反抗，只是美眸带着许些愕然地盯着前者。他从来没想到过，凭自己的身份，竟然还真有人敢这般凶巴巴地吼他。一时间，美杜莎女王心中忽然升起许些哭笑不得的情绪，自己多少年没被人这般对待了，而且这人还仅仅是一个他一巴掌就能扇飞的年轻大斗师，真是嫌命长了吗？拉着美杜莎女王飞奔出城市，萧炎迅速召唤出紫云翼，然后急速地对着乌坦城赶去。在这般近乎极限的赶路下，仅仅是2个小时时间，一座若隐若现的城市轮廓便是模糊地出现在了萧炎视野之中。